腿是真的白，但是看腿的人绝对不正经。咱就说这色眯眯的眼神配上这小眼睛，不用说这人肯定有问题。结果当晚这个大白腿的女主人小萌就遭到了黑衣人的跟踪，也幸亏她朋友来得及时，不然小萌可真的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只是这样的案件已经在本市发生了3起，而且都是奸杀案。警方通过调查锁定了装修的瓦工有可能是凶手，于是他们立即排查了案发附近的装修队，结合鱼塘和有前科这些关键词，他们最终锁定了江连红。只是当他们来到装修队找江连红的时候，经理却说他已经走了。在警员的一再要求下，经理还是找来了江连红。只是当他得知对方是警察后，这老小子竟然转身就跑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小子手里拿的黑色塑料袋就有一股很浓的鱼腥味。审讯室里，本来这家伙死活不承认，可是当警方拿出死者脖子上勒痕的照片和套牲畜用的脚套后，这小子竟然直接变脸，承认那些奸杀案都是他做的。怎么做的？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，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经常看刑侦剧的兄弟们都知道，越是这样说，就越说明这个人不是凶手，但他绝对知道点什么。果然 DNA 的检测报告出来后，发现根本就不是江连红，但是数据里面的 Y 染色体跟江连红的十分吻合，那么这也就说明真正的凶手应该是江连红的亲戚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叶谦忽然想起他当时找经理问话的时候，经理表现得十分紧张，拿东西的手甚至都在颤抖。只是现在的经理江红海已经联系不上了，他的出租屋也没人，很明显这就是跑路了。那你说现在不把他当成头号嫌疑人，把谁当成嫌疑人呢？眼下警方锁定了江红海，江连红知道自己再不说实话就要背上杀人犯的名号了。江连红也终于说出了他知道的事。前阵子准备干活的时候，他无意间发现江红海的包里有一个套牲口的脚套，再结合之前的奸杀案，他就知道是江红海做的。只是江红海是他的亲戚，平时对他也不错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父亲得了尿毒症，有一次喝完酒后，江红海就向他承诺，如果以后有什么意外，他会帮忙照顾老爷子，所以他就想着替江红海把这件事扛下来。随后他还说出了22年前的那起强奸案。13岁的何洁指控是江连红强奸的他，而且何洁还拿出了江连红的内裤，可江连红却说他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件事。后来江红海和家里的亲戚竟然作证说这一切就是江连红做的，所以最后江连红被判刑入狱3年。后来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江红海做的。事后江红海只给了他家2万块和1亩地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到最后他给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，江红海和江汉走得比较近。江汉告诉警方，江红海的父亲以前是村干部，在村里承包了很多鱼塘，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用活的种鱼熬汤，说是大补，而且每天都要喝。只是江汉也不知道江红海去了哪里。不过在1年前的时候，江红海跟他要了仓库的钥匙到现在都没有还给他。有了这个线索，警方也是立即带人赶了过去，而江红海果然就在这里，在黑洞洞的枪口下，任凭他的板牙再大也不敢轻举妄动啊。审讯室里，在铁证面前，他也终于交代了一切。当年你诱骗何洁，让她13岁就怀孕，被她父母发现后，你还逼迫她做伪证，把脏水全都往江连红身上抹，现在又犯下这3起案子，这5个家庭都被你毁了。这一次江红海跑不掉了，他自己犯下的事只有他自己去承担。